大家好，今天我很欢喜呢，和各位讲解如何正确念诵六字大明咒，以及我们以这个持咒的方式如何来静坐调息。现在这个社会的步调非常的繁忙，每个人每天呢都是为自己的事业、家庭、孩子都是不断的在外耗，就是耗损自己的精气神。那如何在回家之后呢，有很短的时间属于自己单独自我的空间跟时间的时候，如果能够以持咒来调息静心，让我们一整天的繁忙得以沉淀的把一整天不好的负面的种种，我们先把它放下抛开。在我们睡前呢，我们一定要持着比较正向、感恩、欢喜的，感恩每一天有平安的一天度过，感恩每一个我们遇过的人、见面过的人，或者是接触过的人，不管这个人他对你是否产生好的感受或者是不好的感受，这些感受都会过去，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再好的朋友有可能因为小小的事件因缘而反目成仇的也有。所以我们在一整天的繁忙之后，如何让自己的心像充电池把它充电充足呢？心耗损的这些能量再把它充足充饱，让我们明天有一个崭新的一天，能够去面对更多的人事物。首先我会教你们正确的念诵的方法。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6个音阶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念诵 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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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ni Padme Hum。 所以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其实我们观想着观世音菩萨，我们就想观音在我们的虚空面前，非常的慈悲和蔼，慈眼视众生，眼睛垂目着看着我们，身上呢是散发着非常柔和像白月光的，不是非常刺眼的白光，是柔和的白光，放着光到六道所有道的众生，所有不同道的众生的苦痛，观世音菩萨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身相去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所以我们在持的时候，这所有六道的众生，包括我们自己，都领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加持。好，我们现在開始念。Mani
跟着这个咒语的每个音阶，在诵念每个音阶的时候呢，将你的心专注在那个音阶当中，每一个字咒都是观世音菩萨他想要去利益那一道众生，并且解除他们的痛苦。所以当我们在禅修持诵观音心咒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观想。刚刚念诵完了6字大明咒的唱诵，我们可以短暂的在自己心间的咒语静静的默念，或是想着刚刚自己所念的6个字咒，然后呢，把心沉稳的调下来，安住在这个咒语的声音。你如果想要持念珠也可以，就是持一个念珠，念一个咒语默念，或者是你不持念珠也没关系，你就是把心安住在呼吸，一呼一吸。好，这个就是很短的这个持咒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静下来的一个方法啊。6字大明咒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心咒啊，非常的短，只有6个音阶。Om Mani Padme Hum， 这个6字大明陀罗尼能够净化我们6道众生负面的烦恼，转化为清净的智慧。6字大明咒其实它也是能够让众生从凡夫的无明烦恼的知见破除，达到佛菩萨的这种自信清净无量的光明的展现。这是非常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开始这样自己慢慢的练习。Om Mani Padme Hum。6字大明咒呢，其实它6个音阶，它有代表不同的含义。Om 呢是万咒之开端，它是属于所有我们宇宙能量的总集的生源，所以在佛教来讲，我们通常在持念咒语的时候就有这个 Om， 是一种祈请礼敬的意思，表示说我们在念这个咒语开始的时候，要自己非常的恭敬。怎么样恭敬呢？就身口意我们都要恭敬，身体保持得非常的端正，口呢我们那时候的口专注的想要念这个咒语，清净的口业不会讲很多的是非啊、绮语啊，然后讨论无聊的。那意呢，当然我们就是观想这个咒语Mani 呢代表是珍宝、如意珍宝之意。配美的意思呢就是代表莲花，就莲花呢代表是清净，出淤泥而不染。Mani 是代表是慈悲，贝美是代表智慧。那这个就是珍贵的莲花，珍宝出于莲花上，代表我们亲近的这种智慧跟慈悲呢，是能够跳脱这个染污的环境，也能够伸展开展出来的。Hum 就是最后结语那就是圆满成就。我们在诵念这个6字大明咒的时候，就观想我们以及6道众生都是领受到菩萨的光明的能量。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Om 这个字呢，就是白色，代表是天界的众生。天界的众生就是我慢、骄慢、高傲就是比较有这种高高在上的这个心态，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其他道的众生的苦痛，所以它是骄慢心为主，傲慢心为主。在这个 Om 它是代表观世音菩萨想要消除这个天道众生的这个争斗之苦。为什么天道众生有争斗之苦呢？是因为这个阿修罗道它也是属于非人嘛，那个天是天道。那这个阿修罗道跟天道的众生，其实他们的国界呢是非常相近的。
但是有一颗这个会结满非常充实而且富裕的这个果实的树根是生长在阿修罗的国度，但是呢，这个树啊非常的大，像参天大树，长到这个天界，跨越了从阿修罗界的这个国界到天界这个地方。结果呢，它这个殊胜的果树，它所结的这个果实刚好都是在天界的众生的那边，天界的国界上，所以这些果实丰收啦，当然就是天界的众生可以享用享受，反而呢是阿修罗道的众生没有办法受用，所以阿修罗道的众生就是升起了很强大的嫉妒，所以常常呢就喜欢跟天界的人斗。阿修罗道的众生他的是嫉妒性比较强的，所以在第二个音阶嘛，它所呈现的颜色是绿色，就是代表的是阿修罗道的众生。这一道众生他的心性就是以嫉妒不随喜他人，他可能在过去生中也曾经是喜欢广为布施的人，但是呢他在做善行做慈善的时候会喜欢跟别人去做比较，这种比较的心不是一个很正念的一个心态，那他呢就会升起非常强烈的嫉妒排斥的感受。他在过去生有造这些福，所以他投身到阿修罗，可是他在阿修罗道呢，他就是深受这个嫉妒之苦，心呢常常不是能够很宽广的随喜看到别人所做的善行善业，会升起随喜感念的心，反而是一种嫉妒的心。这种心呢是非常狭隘的。观世音菩萨的第二个音阶呢就是嘛，绿色，代表阿修罗道的众生的这个嫉妒之苦。再来第三个音阶呢是逆，它的颜色呈现黄色，它所代表的是我们六道当中的人道，苦乐参半的人道。人道就是贪欲、爱欲、执着，这些种种的苦，观世音菩萨也想要来化解化除解除人道的这些贪欲之苦。我们人道的这个习性通常都是非常的贪着，看到喜欢的人就一直想要去追求，直到得到手。那不该是自己追求的外遇或者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的，因为这个贪欲心太强了，所以呢驱动着这个身体就会去造下这些邪淫的恶业。人道对这种世间感官的欲望，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好吃的好看的好的衣服穿起来质感非常好的，就会非常的执着，喜欢的会想要去抓取执取贪取，不好的呢就想要去排斥，这个就是属于人道的这个苦，那是因为它的习性所致。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逆这个因呢，就是要消除人道在贪欲贪着的苦痛。再来呢就是背，这个背呢颜色是蓝色，蓝色呢它所代表的就是畜生道中的愚痴阴哑。你看这些动物在这个屠宰场的时候呢，他知道自己要被宰杀了，他不会说话，他没有办法去控诉，他只能用非常嘶声裂喊的叫声来表达他被宰杀的痛苦，性命即将要结束的这个痛苦。这个是属于畜生道的苦。愚钝阴哑动物，它就是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表达自己，就会承受很多很多的苦痛。观世音菩萨也要拔除他的愚痴阴哑之苦。那再来呢就是昧，昧呢它所代表的就是恶鬼道的痛苦。恶鬼就是饥饿饥渴之苦，恶鬼的这个痛苦，它是因为过去的业感缘起，过去所造的这些悭贪、不喜欢布施、不想帮助别人这种习气所引导呢，而投身到这个饥饿的恶鬼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它的形态呢就是这个脖子呢细细的
肚子大大的，想吃东西，看到东西想吃的时候，嘴巴一张开就化为这个火焰，嘴巴里面吐出来都是火，所以食物在他面前就是全部化为这个黑炭。所以观世音菩萨也要解除饿鬼道的痛苦，就是饥饿饥渴之苦。那再来呢，最后就是吽，它所代表的是地狱道的众生，它颜色是呈现是黑色。地狱道的苦呢是非常的苦，不是我们人道能想象中的。会堕入地狱，就是在生前造了忤逆重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身出佛身血。总的来说就是破坏佛法的正法，要不呢就是在伦常呢极度的败坏。你看就是逆子，有些为了要拿取一些零用钱，他会去杀父或是杀母，就把自己的父母杀了。我知道在社会有很多案件都是这样。所以这些众生犯了这忤逆极大的重罪，他一定会堕入到地狱。堕入到地狱的苦呢，还有寒冰地狱、烧竹地狱、铁床地狱、铁柱地狱等等非常多的地狱。其实在地藏经当中，如果我们有念诵的话，都会知道这里有多少个地狱，每一个地狱的景象都是非常的让人家看到就非常的害怕。所以观世音菩萨非常慈悲，还是呢一定要去救拔这地狱道的众生，解除这些地狱道之苦。所以我们现在持诵这个短短的6个音阶，唵嘛尼佩美吽，就已经把观世音菩萨他的本心本愿初心想要利益救拔这6道众生，都已经全部融入在6个音阶。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念诵，我们也知道6个字的含义是非常的殊胜不可思议，代表含蕴着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想要救拔所有众生的这个悲心跟悲愿所以我们在念咒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跟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呢要一样，我们要把这个自己凡夫的心门呢，要把它打开。打开呢，凡夫的这些习气，贪嗔痴慢疑、自私自利也好，不随喜他人也好，嫉妒他人也好，高慢也好，这些所有的心态，我们全部要去除它。我们要转化，甚至要替代的是什么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这种的心量这种胸怀。我们在持咒的时候，我们才会跟观音的慈悲的心意相融合。我们在诵念这个6字大明咒的时候，就观想我们以及6道的众生领受到菩萨的光明的能量，同时呢，我们有更大的能量呢，能够去影响他人。因为观世音菩萨不是也有千手千眼吗？所以我们在念咒持咒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观想发愿做观世音菩萨的其中的一只手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心，想要帮助他人，这就是观音的化身的一只手或是一双手。那这样子呢，观音永远一直和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念的人呢，其实念到最后是这个咒语跟我们念的人是意念跟这个咒音完全融入融合在观音这个本尊里面。那本尊的心中呢，就是观音呢又放光加持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念咒持咒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本心本愿本怀，他们初心是什么，想要帮助众生解除什么样的困难持诵完咒语之后，我们可以最后也做一个简短的回向我们可以回向给所有6道的众生，天、阿修罗、人道、畜生、恶鬼跟地狱也可以回向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有些是已经是往生的这个家人，或者是
朋友啊，这个都可以。只要你在念完咒语的时候，最后总结，我们一定要记得回向。这个回向的意义，我之前的影片呢也有做一个解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回去看。所以今天我希望在这个短短的如何持诵来静心，能够带给大家在现在繁忙的生活步调当中，可以有片刻自我的宁静的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请你给我们点一个赞，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这样子你就不会错失了我们任何刚更新的影片那我希望今天在这样子一个6字大明咒的教授念诵，能带给大家正向的利益，也希望你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祝福大家下回见，阿弥陀佛。